俄罗斯火力全开，在叫板英国之后，又向日本亮剑。中国可以借鉴他们的打法吗？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又再次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了其战斗民族的称号，真的不是浪得虚名。在英国军舰强闯俄罗斯领海时，俄军黑海舰队选择了强硬反击，以开火警告的方式将侵略者驱逐了出去。事后，英国方面还嘴硬，坚决不承认在自由航行时遭到了武力威胁。然而，俄罗斯早有准备，在英国政府公然撒谎之际，直接亮出了视频证据，这下直接抽了英国一耳光。不仅如此，俄罗斯外交部还紧急召见了英国大使，就英国军舰不打招呼擅闯俄领海一事，对其展开劈头盖脸的训斥，以至于最后英国首相亲自出面表态，故作镇静地喊话俄罗斯，声称要坚持英国的信念，并叫嚣要继续自由航行。不过，这一强硬表态在外界看来，只不过是英国在强行挽尊，给自己找个台阶下罢了。如果他们真的敢这么刚，那下次俄罗斯的炮火就可能直接砸在英国军舰上了。不得不说，战斗民族确实彪悍，这次真的没给英国留一点面子。而在叫板英国之后，俄罗斯又火力全开，将矛头指向了日本。据日本 NHK 电视台报道称，俄罗斯东部军区近日宣布，要在俄日争议岛屿举行万人以上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据悉，到时候会有大约500辆军车、12艘军舰以及30多架战机参与演习。对此，日本方面已经提出了抗议。很显然，俄罗斯这次军演的目的就是在警告日本，不要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和俄罗斯起任何争执，因为那没有任何意义。俄罗斯的表态很清晰，那就是谈合作可以，谈领土主权，那就只能用炮弹来说话了。总之，战斗民族的性格就是这样，他们坚信真理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谈判千万次不如轰炸机的机翼煽动一次。最后我们想说，同样是面临日本在相关岛屿问题上的挑衅，俄罗斯的打法或许能给中国上一课，因为日本不止一次对我国发出危险言论，我国也不止一次对他们做出善意警告，但是最终日本毫无收敛之心，反而联合美国一起变本加厉地进行挑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非常有必要对其进行严厉打击，就像俄罗斯一样，用实际行动警告他们，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根本不存在任何商量的余地。被开火警告以后，英国还不收敛，或彻底惹怒俄罗斯，普京要动真格，紧急撤出叙利亚海军基地的所有舰艇，直扑地中海。英国却还要放狠话。据俄媒报道称，英国海军驱逐舰保卫者号近日在黑海海域遭到俄军开火警告后，并未离开该海域，而是与美国驱逐舰罗斯号会合，准备一起参加针对俄罗斯的海上威风2021多国联合军演。毫无疑问，此举必定会惹怒俄罗斯，而普京也正准备对英国的行动做出有力的回应。据俄罗斯军事网站最新消息显示，俄军目前已经将叙利亚塔尔图斯海军基地的所有军舰和潜艇都撤回了地中海。有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些俄军舰艇将会直接扑向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所在的海域。对此，尽管俄罗斯国防部没有发表官方声明，但是有卫星图像证实，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海军基地没有一艘军舰。很显然，普京这次是动真格了。在开火警告后，原以为英国会有所收敛，但是没想到他们竟然这么不怕死。估计英国敢这么做的底气，就在于有美国等32个国家在背后撑腰，仗着人多势大，才会对俄罗斯进一步挑衅。不过战斗民族也不是被吓大的，在普京一声令下，俄军在叙利亚海军基地的所有军舰和舰艇就立刻直扑地中海，而且除了舰队，还有远程图2M3轰炸机，所以从气势上来讲，俄罗斯一点也不虚。除此以外，俄海军地中海舰队还在近日主动找上了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并且在距离其30公里的海域举行了大规模的海上导弹试射训练。值得一提的是，俄海军地中海舰队中的莫斯科号巡洋舰已经于去年完成了升级，现在用最新型的锆石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替换了之前的远程导弹，使其海上作战能力更为强悍。综上我们可以看到，英国这次真的是投了一个大娄子，但是英国政府却浑然不知。面对普京盛怒之下的强烈警告，英国参谋长卡特竟然还敢放狠话。他对普京叫嚣道，如果俄罗斯玩猫与老鼠的游戏失算了，那么英俄很有可能会爆发全面战争。对此我们想说，这或许正中普京下怀，因为俄罗斯如果想要一劳永逸地降低西方国家自由航行的骚扰，那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拿英国开刀，再重新演绎我舰奉命撞击你舰的经典，让来犯者再也不敢踏进黑海半步。我国罕见展开大面积反击，痛打美国及其附庸。俄媒称赞中方反制西方的手段越发高明，中国的态度变了。众所周知，中国一直都是一个追求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国家，但是近些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却引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围堵，尤其是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等这些美国的附庸们，在反华这件事情上蹦跶得特别欢实。在此背景下，中国也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反击。首先就拿澳大利亚开刀。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作为吃中国饭、砸中
中国锅的典型代表，在屡次挑衅中国以后，遭到了中方一系列的经济制裁，从而导致澳洲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在分析看来，中国就是想通过杀鸡儆猴来给美国其他附庸们敲响警钟，但从目前情况来看，经济制裁的威慑力度远远不够，因此中国需要更为强势的举措，才能对美国及其附庸们展开有效打击。恰巧这个时候，加拿大主动奉献了一次绝妙的助攻，让中国开始展开猛烈反击。日前，加拿大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纠结了44个国家利用所谓的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国发起挑衅，但是让加拿大没想到的是，在他们40多个国家围堵中国之际，全世界有近100个国家表态力挺中国，这让加拿大等反华国家想群殴中国的阴谋就此落空。之后，中国开启了反击模式，不仅要求联合国对加拿大人权问题进行清算，同时还呼吁国际社会敦促美国配合新冠病毒溯源的相关调查。这一次反击巧妙地将加拿大和美国抛出的人权和病毒溯源等问题引到了他们自己身上，可谓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除此以外，在针对澳大利亚、加拿大进行反击后，中国也没放过英国这个反华积极分子。在近日联合国的一场会议上，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大使要求英国尊重阿根廷的主权要求，并敦促他们早日归还马岛。对此，有专家认为，中国一贯没有插手他国内政和领土主权问题的习惯，这次罕见的在人权和领土纠纷问题上对加拿大和英国进行反击，足以说明中国正在用更加强硬的外交手段来代替之前温和的外交战略。这就意味着中国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及其附庸们是时候为挑衅中国的行为付出相应代价了。最后，在看到中国通过罕见反击痛打美国及其附庸以后，近日俄罗斯网站发表刊文，对中国的举动赞不绝口。他们称中方对西方的反制越来越强硬，也越来越高明。这一切行为的背后，足以证明东方巨龙已经被激怒了。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还要对中国发起挑衅，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中国更加猛烈。南海局势升温，美国近日接连收买印尼和菲律宾，想干什么？为何说他们是白眼狼？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出警告，自拜登上台后，继续竭力推动印太战略，频繁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美国军舰在中国海域行动的次数比去年增加超过20%。近日，美国更是下了血本，接连收买印尼和菲律宾，导致南海局势再度升温。究竟想干什么？在6月28号，美国 CNN 新闻网报道称，印度尼西亚海军安全机关表示，印尼和美国已经在辽内群岛与巴旦岛战略交汇处建造新的海军训练基地，耗资350万美元左右。该机构宣称，美国作为印尼伙伴，继续打压国内和跨国犯罪，支持印尼，并在维护地区和平方面起重要作用。该提到的是，该基地位于马六甲海峡和南海的战略交汇点，这个位置对解放军而言将非常棘手。而在这几天前，美国国防部还宣布已批准对菲律宾军售，包括 F-16战机、鱼叉反舰导弹和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等，总额约24.3亿美元。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还强调，这将帮助菲律宾反恐作战，还能改善菲律宾战力，以应对日后的威胁。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坦言，声明虽未提中国，但鱼叉导弹能让菲律宾对付和威慑海上挑衅、沿岸封锁和两栖攻击。而美军近日也宣布，已将1.83亿批索武器赠送菲律宾军方。自2015年以来，美国就援助价值超过486亿批索的武器给菲律宾，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给予军援最多的国家。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又食言了，他曾表示，菲律宾需要对付叛军的螺旋桨飞机，但不需要 F-16那样的喷射战机。菲律宾没打算用这些对抗任何国家。现在呢，印尼和菲律宾的举动针对性十足，联想到之前的事，让人直呼白眼狼。就在不久前，印尼还请求中国帮忙打捞潜艇，转身就和美军勾连。此外，中国已经向菲律宾运送1200万剂疫苗，成为菲律宾救命稻草。杜特尔特还曾表示，我们有太多事要感谢中国，无论是他们过去的帮助还是现在的帮助，中国仍然是我们的恩人。现在看来，这句话也是莫名讽刺。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在积极备战。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印太局势不断升温，而一些国家也开始站队。对此，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警告，如果双方发生军事冲突，一切都完了。奉劝某些站队国家，敢行动就是死路。